朋友们好，现在我们在深圳，应该是世界上最高科技的地方之一。然后今天我想讨论一个话题，就是中国被称为是发达国家分水器。意思就是现在中国在高科技方面发展越来越好，然后会拿走一些发达的国家的机会，然后中国会越来越富裕，而这些国家会很大可能性会越来越穷，或者会丢掉很多工作的机会。其实我觉得是有很大可能，因为比如我们国家，我们是小国家斯洛伐克，我们主要是依靠做汽油汽车，就是我们工业49%是依靠汽车，我们 GDP 13%是做汽车，我们主要是做汽车，比如 Kia、Skoda 或者 Volkswagen， 主要是帮助德国人，然后为他们打工。但是现在大家更加注意这种环保的问题，然后新能源的汽车越来越受欢迎，然后制造新能源的汽车，那肯定是最主要是中国和美国。那这样如果这个 trend 这样接下来，那谁会买我们的这种汽油汽车呢？那所以如果我这样看待这个问题，我觉得很大可能性有一天就是中国发达程度可以超过德国吧。我右边是深圳，然后我左边是香港。香港应该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，但是如果你们看深圳和香港都差不多，其实都是非常发达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深圳30年前还是一个小农村，但是它速度让人惊讶，然后我觉得很大可能马上也会超过香港。所以我以前很不明白为什么深圳这么受欢迎，这么多老外喜欢去深圳生活。但是我来了这边我就明白了，因为有很多外国人的签证就是需要每3个月去香港一趟，然后这里去香港也太方便了吧，这里直接可以走过去，但是香港那一部分看不清。对呀，这个 drone 也是来自深圳，是 DJI 的，然后很多人不相信是来自中国的，但是实际上是，然后连美国都做不出来这么好的无人机。就是在我们国家也有非常多人，他们会很担心，就是中国会抢走他们的工作的机会。然后有些其中的人，他们也会很嫉妒，然后 hate China， 就是抹黑中国，因为这些方面。但是作为一个欧洲人，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？那我当然是希望中国发展越来越好，因为第一我已经搬到中国，然后第二我也打算做一个中国媳妇。开玩笑吧，我当然希望欧洲发展得好，但是我觉得有的西方国家想要阻止中国的发展是不应该的。如果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平发展起来，就要受到其他国家的嫉妒或者仇恨，那人类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吧？我在中国看到，就是中国人比我们欧洲人努力得多。然后，如果我们要过这样好的生活，我们应该有危机感，比如说努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吧。这个是我在深圳见过最牛逼、最漂亮的建筑，它长得像那个 B 的剑。